一你要知道的社会潜规则，为什么上层社会人捧人，下层社会人踩人？是因为上层人士都知道对方很强大，很有实力，因此我如果去踩他的话，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反击，而我不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扛住这份打击。互相捧，互相合作是共赢。下层人是人踩人，这是因为我就算踩了你，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，大家都是这种水平，心知肚明，你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不怕你，这才是真相。二、普通人快速进步的方法，闭关模式，找一个安静的房子，能满足日常生活即可。除了紧急联系人外，切断一切外界的人事物。生活极简，把所有的时间投入思考、查资料，只聚焦在一个困惑自己的问题上，自己最想解决的问题。这种闭关模式，1-2个月，顶上浑浑噩噩的3至5年。经常做这样的闭关，每闭关一次，就会有一次重大的突破。比尔盖茨执掌微软时就经常用这种模式，把自己空降在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地方，每次闭关1到2周，每次出来都有重大突破。3、看完你就不焦虑了。你爷爷奶奶在农村站稳了脚，你爸爸才能进县城；你爸爸在县城站稳了脚，你才能够进省城；你在省城站稳了脚，你儿子才能去1线城市；你儿子在1线城市站稳脚跟了，你孙子才能争取更大目标。每一代都是接力赛，每一代都要尽力。养儿不是为了提前退休、提前防老，父母也不是永远的港湾。好的家庭脉络都是1+1等于2， 2+2等于4，全部都是一代一代积累来的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，贵族至少需要3代人的努力。4、把别人的缺点放在肚子里，心知肚明，把别人的优点看在眼里。勤加褒奖，只挑人的缺点，天下无可用之人；只看人的优点，天下无不可用之人。人的优点和缺点都能利用，则进入用人的高境界。5、别过度期待儿女成龙成凤来改变家族的窘迫，改变家族需要自己给孩子好的命运起点。别自己一把年纪了还厌恶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中一塌糊涂，对孩子没耐心，只要成绩不对就怨天尤人，给孩子精神摧残，更甚者武力恐吓学习。很多人活反了，自己不做好榜样，却过度要求孩子。正确顺序应当是：当爹的先混出来，当爹的一定得努力奋斗。当爹的混出来了，你的子女稍微一努力就能够超越90%的其他人。如果你当爹的都没出息，你的子女辛辛苦苦一生可能还是生活在贫民区。6、改运之法1命，2运，3风水，4积阴德，5读书，6名，7相，8敬神，9交贵人，10养生，11择偶与择业，12趋吉与避凶，13逢苦要无怨，14不固执善恶。顺序倒过来读就是改运之法。7、故人并没有远去，他们只是停留在原地。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只是 NPC， 他们没有多少自我意识，生来就陷入了出生、结婚、死亡的千年循环。他们几代人都会固化在一个地方去做同一份工作，他们的循环反复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转。只有少数拥有自我意识的人，他们出生前就被设置了觉醒程序，青年时期觉醒以后，可以打破出生地的屏障，自身头脑的屏障，纵横四海，猛龙过江，去完成与生俱来的使命任务。笼子里的鸟是关不住的，拥有自我意识的人都是被自己催醒的，也是突然觉醒的。不要去对 NPC 讲这个世界的秘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这种道理的意识。8、高手秘而不宣的成功捷径，每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一定要找准核心权力在哪里，然后想尽办法接近手握权力的人以及权力周围的人，用一些小技巧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没有这个意识，你就没有发展方向，只知埋头苦干，不知选择方向，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和机会。与核心权力人距离远，被埋没、被边缘化的概率非常大。能力是你的底线，而被牛人看中，你的上限就很高。当你靠自己的实力拿到一些权力，就要开始培养自己的圈子，以维护权力的稳定向上，但不要搞破坏、搞背叛。之所以有人拥戴你，是因为你为他们输送价值或目标一致，志趣相投，能力相同，
站位离核心权利人、核心资源远的人，可能一生都起不来。不过还得看哪个核心权利人愿意培养你，他不培养你，甚至阻碍你，你就得换个人跟随。9，不要对任何人期望值过高，相信人性本善，你将痛苦一生；相信人性本私，你将幸福一生。利益纷争越大，你越能看清人性。不要对任何人期望值过高，多想想自己有什么价值。自己没有价值，还天天谈情说爱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枷锁。自己口袋叮当不响，还天天找借口说道德上过不去，良心上过不去，面子上过不去，都是傻 X。 口袋决定脸，实力决定别人对你的态度。当你足够强大时，世界就是和颜悦色的。自己放弃了成长和事业，荒废了人生，还怪伴侣淘汰你，怪老板淘汰你，这都是弱者。必须让自己更优秀，拉高别人伤害我们的成本。10，驾驭人的最高境界不是管控，而是要让对方有报恩的感觉。当你准备用一个人才，就要让他先收下一笔钱，而且是不该收的钱。比如该给的钱，你多给他 5%， 这多给的 5% 就是领导力，他会考虑怎么回报你的。如果跟着你的人赚不到钱，你对他再好也没用，你喊他亲爹都不行。11，你的出身只能决定你人生的前20年，你的圈子决定了你未来的整个人生。你身边经常交往的5个人的平均收入就是你的收入。你要学会借别人的知识，借别人的资源，借别人的经验。造船过河不如借船过河。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外财不富。如果你能抓住一个牛逼的人，紧紧跟上，很可能2年就腾飞，从此衣食无忧。这是草根逆袭的真相。12，驭人之术是洞察人性的本质，识破人性的弱点，再加以利益或利用，以达到自己希望实现的目的。恩要自淡而浓，给人恩惠应该从淡薄到浓厚，才能让人一直记得你的好。如果开始浓厚逐渐淡薄，那么人们就会渐渐忘掉你的恩惠。威要自严而宽，树立威信应该先严厉而后宽松，才会既让人畏惧又受人尊重。如果先宽松而后严厉，人们就只会怨恨你的冷酷。3，恩威不要太频繁。欲望是个无底洞，习惯是片无边的海，无论是施恩还是立威，都要把握节奏，注意频率与次数。施恩过多容易让人形成依赖，一旦停止就会遭来嫉恨。发威的过多会持续让人习惯，不仅会减少发威时的威力，还容易让人心生不满。13，关于原创，大部分自称原创思想的人没见识且愚昧。如果有什么原创思想，你就得诺贝尔奖了。自称原创思想的人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他思考的东西早被前人思考过无数遍，且留下书籍了。以为自己原创了，只是因为没见识，没读过。任何人的创新都是先学习了前人的成果、别人的经验，然后模仿、借鉴、微创新。没有知识和经验的沉淀，凭空颠覆式的从零至一地创新是不可能的。你只有对一件事物、一个细分领域、一个行业研究得非常深入、全面，你才有机会触发灵感，做一点点微创新和差异化。更何况，原创并不代表人们需要。比是否原创、是否创新更加重要的是，能否解决实际问题，是否满足了人们的刚需和及时需求。14，开窍之人明白了赚钱的核心是价值交换，而不是努力工作。2，懂得金钱的作用是流动，钱只要动起来就可以赚到钱，真正把钱当工具、当能量、当资源、当礼物。3，明白了时间的重要性，开始珍惜时间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懂得去做有意义的事。4，看事看本质，做事用规律，会在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去建立方法论，以道驭术。5，看透了社会法则和人性真相，明白了两者不光互通，还是彼此捆绑的。顺应则顺风顺水，荣华富贵；挑战则多灾多难，寸步难行。15，精进则清醒期顺。当你越来越专注自身的时候，不断的精进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清醒，整个人的气运会进入一种排毒状态。在长达1、2年的时间内，你会攀登到一个新台阶，会和很多人告别，会刹那间想通很多事情。人的气运之所以不顺，
就是沾染了太多污渍的磁场。当气运逆转过来，就会自动的屏蔽小人，很多烂事也会避你而去。一个人把毒排干净了，他的脸色、气色都会好很多，生活也会进入一个清爽的状态。在下一步会遇到好人，会产生正循环。只有从污泥中爬出来的人，才会真正明白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16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。爱因斯坦说过，想要解决问题，必须站在问题的更高阶段，而不是陷入问题本身。当我们的认知升级之后，不是找到了答案，而是问题不见了。认知高的人，每一秒都是钱，不会搞无谓的内耗。遇到问题就找解决办法，实在解决不了就放下，继续前进。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。而认知低的人，每一秒都惆怅，不断的搞无谓的内耗，把自己的人生经营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。成长的开始就是敢于记自己认知的命。17，人生最关键的2个修炼，一个叫聪明，一个叫傻。选择方向时一定要足够的聪明，用大量的时间思考布局，正确的选择永远大于盲目的努力。方向选好后，接下来就要把自己变成傻子，傻傻的执行，不要受任何外界的影响，也不要管离结果还有多远，忘记一切，就是傻傻的执行。太过小聪明的人，干2下看没结果就放弃了。太过傻的人，从来没有思考方向，他们很努力的在错误的路上干着愚蠢的事，就像大清帝国的义和团用大刀长矛对抗帝国主义的西枪西炮，最后连对手的影子都没摸到就被干死了。一切失败皆因你学错了东西。18，人有冲天之志，无运不可达。你不可能年年月月有机会，遇贵人得资源，谁都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时。运势来了，做事顺风顺水，大胆谋利，大势一去，再聪明也难有成果。不得之时，不应懒惰信念空耗时日，而应趁着没那么多事的时间段，积累某一个细分领域的知识，积累到最多。实践出来的是经验，没实践的叫知识。没有实践，就踏踏实实积累知识，多读书，多上课，多见专家牛人，等待时机。19，不要给人作恶的机会。有人找我们借钱，我们看他可怜，借了一笔钱给他，他千恩万谢，结果半年后找他要，他直接电话关机，微信拉黑。你说是我们错了，还是对方错了呢？以前我觉得是对方的错，现在我觉得是我们错了，因为我们给了别人作恶的机会。真正的高手很少给别人作恶的机会，得罪人的事，早得罪比晚得罪好。一个人找他借钱，他直接说，等我手里有钱了就借给你。对方秒懂，彼此都节省了说废话的时间。有时候不是坏人太坏，是因为我们太好。我们不伤害别人，不代表着别人不算计我们。顺应人性，走得更远。20，学习普通人的为人处事是讨好别人，不得罪别人，把别人放高，把自己放低。舔、奉承、崇拜、夸赞、妥协、和气，在公共场合捧别人。低头、弯腰、敬酒、倒茶、开车门，注意着装，懂礼貌，宁愿委屈自己也要陪笑脸，压制脾气。这个什么叫为人处事？这只是基本的礼仪，基本常识，远远不够。真正的为人处事，必须是分析自己的强项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不断的加码强项和优势，设置好自己的原则、底线、框架，用来筛选合适的人，剔除不合适的人，用自己的价值、能力吸引别人来交换资源价值，让别人觉得你值。你越是低三下四、委屈退让，没实际本事，就越没人珍惜你。21，奋斗要趁早，超过20岁还没意识到拼命工作赚钱的重要性，不去摸索疯狂工作的沉浸式快感，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混日子，懒惰，贪玩安逸。不要被那些叫你过慢生活、平平淡淡生活的人洗脑，这些人自己很难混，就找理由劝别人也别上进，要么是释放这些信息，让年轻人早早就没了斗志，失去斗魂，好给少数人打工，被榨干青春精气。工作事业你要爱上它，高效赚钱的动作你要找出来，爱上它，不要盲目安逸混日子。养家、交朋友、干事业，
照顾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全都是要钱的。几千块钱买你1个月，你能忍10年20年？你一生就如此廉价？干事业吧，工作吧，疯狂积累绝对实力，疯狂释放价值，源源不断释放价值，为更多的人解决问题、痛点，满足他们的需求，换钱改善生活质量。有钱的人可以享受生活，体验经历。你看看账户余额，是不是应该认清现实，工作干事业赚钱？一家子人需要你照顾呢。22，一个人状态好，心理健康，往往是受过的挫折和他的心理容量比较适配。很多成功者在工作中没遇到过什么奸邪之人，身边也环绕着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所以信念保存得很完好，一气呵成做了很多事情，做出了很多成绩，他们的一生都会光彩夺目。而那些被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、空乏其身的人，熬出头来的是极少数。遇到糟糕的公司、老板、父母、伴侣等问题，都要大费周折去克服、消化、重建。只有超常能量的人可以恢复元气，大部分人早已千疮百孔。人生就2种状态：不经挫折永天真，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。所以世界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，永远要尊重他人，不要瞧不起任何人。你可能只是比别人幸运，不要认为比你差的人都是不够努力。23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听懂而已，而是从学以致听到学以致思，再到学以致用。真正的成长是先进入优秀的圈子，跟对人，学对东西，再加上大量实践。10%的时间学习，90%的时间用来实践。很多时候，人和人的差别就在于输出能力。有的人听了1节课就立刻去教去卖，可以赚个几千块，而有的人学了很多年仍然无法变现，只是感动自己，却从不用结果检视自己的进步，从不用进账衡量自己的努力是不是真努力，最后连自己是怎么被市场淘汰的都不知道。24，人和人一生下来就不平等，人的竞争是几代人的竞争，不是一代人的竞争。别人的祖辈、父辈年轻时在做什么？你的祖辈、父辈年轻时在做什么？凭什么要平等呢？几代人的拼命，攒下足够的资源，才撑起一代人的崛起。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意识，所以每一代都几乎是从零开始。别人的家族是厚积薄发，大器晚成。你的每一代人都没什么积累，传承时往往清零，没什么能留给孩子的，让孩子稀里糊涂在社会上从底层摸索，拿什么跟人家竞争？凡是一无所有，还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的人，皆是不负责任的傻 X。 别人的孩子从小到大接触的是什么教育，什么思想？你的孩子接触的都是什么东西？25论疯狂的资本游戏，河南新财富集团的实控人吕某就是吕毅。为什么说他聪明呢？因为在报了6家村镇银行，我们在任何一家都找不到吕毅的名字，甚至河南新财富股东里都没有他的名字。这个人把影子股东和高管代持玩到了极致，层层剖析下去才发现，他已经悄悄先后入股和控制了10多家村镇银行了。为什么说他聪明呢？因为他懂得利用互联网，正是利用百度、京东、小米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借贷平台，所以才让原本只能在本地吸收存款的村镇银行进行了疯狂的扩张，受害者达到10几万人。为什么说他聪明呢？因为他善于拉找关系，胆子出了名的大。29岁就拿下了蓝卫高速项目，后来又控制了多家村镇银行。而要实现这些，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实现，他得搞定了多大的一个关系网。为什么说他聪明呢？因为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天的发生，他的国籍早已改成了塞浦路斯，而这个不起眼的地中海岛国却是英联邦国家、欧盟成员。他的护照可以免签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，而就在村镇银行正式爆雷之前，他已经成功地逃往了美国。此刻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，最后一个关键问题，钱能不能拿回来？这个的关键在于这笔钱的定位。如果确实把它定位成了存款，那好，大家放心，存款是有保险机制的，最高赔付中50万。但是如果不是定义成存款，26，
年轻人20岁到30岁一定要完善自己的认知。什么是完善自己的认知？就是建立自己的真相规律体系，只研究本质、规律、方法论，别的东西都是假象。学了不光没用，还容易中毒。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。27，本质有哪些？战争的本质是资源的占有，爱情的本质是满足拥有，人性的本质是生存需求，商业的本质是等价交换，金钱的本质是价值，关系的本质是互相利用。一定要通过现象看本质，追求重点，抓核心。28，为什么不要随便去教别人知识？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就是说，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却不得明白的程度，不要去开导他；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表达出来的程度，不要去启发他。如果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，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3个方面的东西，那就不再教他了。学习最重要的是举一反三和自我思考的能力，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却没这2种能力，并且毫无主观能动性。你教他，他也不学，学了也不会，既浪费了你的时间，也浪费他的时间。29，能够脱胎换骨的人，都是认知可以无限打破的人。光打破不够，还要把自己打碎、打没，才能重建自己。事实上，你大脑中的想法并不是你自己的，而是从你出生开始就由你身边的人给你植入的。这就导致了人只能被植入同一阶层人的思想，重复这一阶层人的命运。你就是你身边人的复制品。打破阶层固化的核心，就是你要先打破你阶层固化的大脑，把你大脑中那些底层阶级的思想剔除，再重新植入顶层阶级的思想。而这恰恰是最难的，因为大多数人看到和自己过去观念不同的思想时，第一反应就是拒绝、反对，甚至骂街。一个人只有否定自己大脑的思想，才有机会打破阶层思想固化的顽疾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。30，什么是灵魂正直？真诚、洞察力、阅历、勇敢的心、目光的犀利、眼神的忧郁、心底的慈悲、知识的博闻、孤单的身影、敏捷的思维。这些优秀的品格就是一个人的灵魂，而这一切你都无法看到，只能感受到。灵魂扣动灵魂，就自然产生了爱。31，什么是人格魅力？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一定是极具人格魅力的人。这种人场能很强，你一靠近他的浑身都会很舒服，因为你的能量管道自动就被疏通了。这种人具有读心术，是极温柔、极具同理心的，他可以随时的洞察你的想法，并且认同你，给予你肯定的同时，引导你做更好的自己。因为你经历过的、没经历过的，他基本都经历过。32，你会被环境同化。身处在思想认知低下的环境中，你会被同化。你接触什么样的人，就意味着接触了什么样的思想认知信息。思想认知有传染性，会渗透到你的潜意识，不知不觉完成意识的替换。警惕那些携带劣质、低质思想认知的人。我们不是针对他们人，也不会人身攻击，只是警惕他们的思想认知。我们尊重人，也友善待人，但对思想认知这个东西必须慎之又慎。你潜意识里装着的信息，决定你的大脑产生什么念头、想法、图像画面，而念头、想法、图像画面又激起你的情绪感受，影响你的决策。决策加情绪加行动等于结果。错误的、低质量的潜意识生发出错误的决策，得到错误的结果，甚至灾难性结果。我们要跟优质的人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他们肉体多么优越，而是他们的思想认知非常优越，可以给我们这身肉体躯壳传输先进的、牛逼的信息。要让人才包围我们。33，在拒绝别人时，果断一点，不行就是不行，哪怕委婉，也得给个明确的答复，不要模棱两可，给别人念想。找你办事不行，人家还有机会找别人。你拒绝的态度不明确，让别人在你身上耗费时间、金钱，最后别人事情迫在眉睫，你两手一摊，不干或没能力干不了，让别人如何挽回损失呢？这种该拒绝又把别人吊着的人，迟早会被人报复，你就是在坑人嘛。你如果遇到类似的人，
劝你最好不交往。他不仅会给你制造麻烦，也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。情感方面、生意方面都应该这样，给别人一个明确拒绝的态度，断了他的念想。耍心机、玩弄他人，拿别人当备胎、玩物，给别人带来损失，是在激活。34，终身学习。你工作有余力，一定要终身学习。学习有余力了，一定要把所学应用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，不要让自己闲下来，不断的工作、赚钱、学习、健身，每个小时都别浪费。这一条我们都懂道理，但是你反思一下，你的生活是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吗？死磕自己吧，把时间都有效地利用起来，很多年后你会庆幸自己日日不断的精进。35，躺平不可取，要以发展眼光看世界。不知道愁的年轻人基本都是傻 X， 这代表他们看世界的眼光还是一种童话幻想状态。80年代有那种万元户，有些人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财务自由了，不需要发展了。他们的孩子也一样，刚攀上警沿望了一眼就开始自嗨了，觉得自己的余生可以享福了。殊不知他们只是在特殊的年代稀里糊涂侥幸谋得了财富，却完全不懂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，于是在80、90年代就选择了停止发展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在一种自嗨自满状态下，他们被远远地甩在了时代后面。某种意义上，愁代表着清醒，意味着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，也就懂得如何去努力付出，才能获得想要的一切，就会珍惜胜。任何情况下，手握一把好牌，不要去自嗨自骗，要清醒选择继续发展；手握一手烂牌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要一点点出牌换牌，烂牌用心打，也可以打得出彩，谋一个精彩的牌局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